所以说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我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我插过队，我吃过很多苦。我感觉来加拿大吃的再苦的苦，也不如我当时插队的苦。我名字叫汪大地，就是三点水一个王，大小的大，土地的地。我是江苏人，今年65岁，1999年移民加拿大。没有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DADI， 所以说老外都叫我 Daddy。这个水车我是维多利亚岛看了一个花园有，然后我就突然想就要建一个这个直径差不多是2.5米直径，但是我做完以后有好多人都叫我加工，我也加工了好几个，3米宽的直径3米的干嘛？他们都全部运到温哥华去了。对，所以说就是喜欢我喜欢花园有个洞。有东西在动，这个油箱就是用普通的轮胎做出来的，英文叫非常的 rusted， 就是有很艺术。这个大门也是我做的，这个大门如果是要在这个地方你要找人加工，要将近4000多加币。这个门是我自己做的，所以说门看着厚实啊，很厚实，很好的一个门。我一个梦想，我就很喜欢有个木屋，然后我把外墙做了，拆掉，然后加了保温棉，加了保温的东西，然后又贴了这个木头，就完全做出来，就是可能整个卡家里家庭的，可能我们家算是第一家了吧，其他都没有。我是74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插队了4年，7、8年，我们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上海统计大学，然后考取大学以后，我是在上海学的海洋系，海洋地球物理专业，也是统计大学首届海洋系。然后学完4年以后，82年，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我分在中海油、南海，南海研究院搞南海勘探开发研究，这一段是我的第2阶段，就是我从大学毕业到在中国南海干了将近20年，然后呢，我们因为赶上了祖国开放，我们是首批，对于我们中国来讲是首批送到美国培训，培训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学到了很多先进技术，同时跟外国公司埃克桑、埃索公司能一块工作，我们在南海进行勘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回国以后，从项目经理，然后一直干到研究院副院长，一直是主管勘探，搞勘探开发。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多干了很多实际的事情。我的第3阶段，也就是从99年，然后就移民加拿大。由于种种个人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最后选择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到现在为止，一待就待了将近25年。这个就是我来加拿大以后喜欢的艺术品，然后大部分都是从美国 auction 得来的，所以说这是我本人的一个爱。这个是从马来西亚
蟒蛇皮，哇，将近有10米长，所以说这是我从马来西亚收集的，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还有中国这个四大美女铜像，歌舞升平，这是我雕的。哦，您雕啊？哇，对啊，这个木雕是我雕的，就是用怎么把它雕出来。这个里面好多木雕都是我自己雕的。这个牛仔帽也是我自己做的。哇！就说当时来了以后，完全就出乎意料，就是完全就到了冰点，就是来这以后形势非常非常的不好，油价跌到$9，而且大公司、油公司纷纷裁人，所有的技术可以说50%的人都下岗，连个中国人过来连个洗碗工都找不到，所以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过来以后吃了不少苦，当时一下子思想转不过弯来，看样子只能干体力活。所以说我们也尝试过很多体力活，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由于我想也不能这样活下去，所以说我就当时去 UC 学了计算机编程。当时我们班上24个同学，当时学计算机编程非常热，而且我岁数最大，42岁的时候，班上24个同学，我的成绩最好，但是我也是最刻苦，所以说为了生存。但是巧的是，出来毕业以后干了2年编程，搞 Oracle 编程。到了2002年，形势又不好，计算机形势又不好，所以说当时只有回家拿政府补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说实话，压力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口袋也没很多钱，所以说我就想，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位我们自己。怎么定位呢？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历史、所有的辉煌清零。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人家能活下去，我相信我一定也要活下去。我个人比较喜欢建筑，因为当时上统计大学没有学上建筑行业，我想在这可以发挥一下。这边的木材很丰富，而且这边的房子全是木板房，所以说我想在这个方面，所以我自己就买了一些小的工具。所以说从这时候起，我就立志，你要在加拿大生活下去，你必须有2个以上的本领。除了等形势好了以后，你可以找到专业工作，搞石油工作，然后你自己，你也要学一个本领，就是不要形势不好了把你解雇，你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所以说我在这个时候就是立志，就买了好多工具，立志把自己的首先要把自己的房子把它维修好，把它装修好，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说当时的想法是2002年的想法，一直到现在就没放弃过。所以说到了2006年，石油价格猛升到$100多，当时我也找到了专业工作，也是搞石油勘探。所以说石油勘探基本上就一直干到现在。但是同时我也没有放弃我的爱好，而且我这个爱好也是搞得非常非常的专业，这个专业的程度可以从可以建房子到最后的 finishing， 到最后的完成都可以。就是我对装修是这么看待，我呢就是一般的装修人员不太一样。第一就是好多装修人员就是为了养活家，就是你必须出去工作，你能够挣这笔钱来养活家。我对装修的爱好是成为我自己的本能，我喜欢
第一，我喜欢艺术，喜欢设计，喜欢木头，就是我由衷的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干一天，如果干10几个小时都不知道累的。就是我首先你要爱好，你要爱好装修，所以说你才能把它干好。第一，我学装修是没有师傅的，我的师傅就是我一边干一边学。第二个就是 YouTube， 然后不懂的东西到 YouTube 所有的东西都能查到，就是什么活。但是第三个，你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要买适当的，你要舍得买工具。是我的工具房，太多了。这个工具呢，就是专门是做那种细加工的，做艺术品的，这个价格差不多$2000。这个小工具，对，就是小工具。所以说，太多东西，太多工具，太多艺术品。然后您还有好多不在这里对，好多不在这，好多不在这，还有3/4不在这，还有3/4。我光锯子可能就有10几把。在中国生活和在加拿大生活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呢，我们可以说，可能10天，可能有8天都不在家吃饭，然后下了班以后跟朋友到饭馆，然后和朋友宵夜。所以我们来了加拿大以后，这生活完全不一样。可能你喜欢那样生活的人来千万不要来加拿大。加拿大是以家庭为主的，家庭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说呢，要维持，所以特别是对新移民来讲，你30多岁到40多岁刚来加拿大，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当然我见过很多家庭就破裂，或者是男的不愿意来加拿大，女的呢可能带着小孩来加拿大，最后这个家庭就散了，家庭就散掉了。所以说我想你做好准备，来了以后，你像我们一下班，你到哪去？酒吧不是我们的生活。你跟外国人到酒吧聊天或者宵夜，我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也不去酒吧，在这个地方同事之间吃饭，可能我们这个像加拿大的这种要求朋友的方式和几十年以前中国一样，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去家里。可能在中国可能都不需要，可能今天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到哪个酒家。在加拿大不是，也不是为了省钱，因为来家庭才有个气氛。所以说，如果你从思想上认识到家庭重要，所以说你从其他方面你就可以做到，包括你有一份责任，你必须有一定的收入，你才能养活家。你要去找工作，可能相对这比较跟中国比相对原始吧，相对原始，但是我想更温馨一些。所以把你家里搞漂亮一点，回来以后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不要把家里搞得很窝囊。所以我把家里搞得很漂亮，我想回来就是一种享受。我认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的行业，当然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如果你肯吃苦，我认为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冷，所以说它的我们这个地区海拔1000多，差不多零下的时间差不多是占50%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取暖很重要，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愿意吃苦，做一个暖气工程师，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稳妥而且比较实在的学习方向。这样出来以后，第一很容易找到工作，第二个需求量非常非常之大，而且收入也可观。
同时你也包括装修这个行业，包括很多来了以后，中国人都在学装修，但是干得好的也不太多。但是你要真正把它干好，你首先不管怎么样，你都必须要非常的辛苦。我想苦个几年就过来了，苦个10年，你基本上你的基础就打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包括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是如此了，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个人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来加拿大呢，所以说除非你带了很多钱，如果你没带很多钱的话，我想你要是生活的很好的话，你就想房子这一块，我将近20多年，我个人是这样看的。现在经济形势来看，不管你什么样的股票投资或者其他投资，这个偶然性太大，你要成功。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房地产投资还是一个当然中国更热了，但是加拿大也是如此。就是你要一个稳定你要保证你退休以后，包括现在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你必须在房地产这个方面尽你最大的可能够投一点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来了加拿大，我们都是30多岁、40多岁来了以后，我们的退休金到退休以后，如果没有pension的话，最多就拿到1200每个月。65岁以后，这个是无法生活的，无法保证你家生活质量。所以说，你必须要积累一定的财富，买一定的房产，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买房产的方面呢，这个里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济基础，他可以买不同的房子。但是我讲，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就没有很多钱的情况下，其实任何时间都有发财的机会，任何时间就看你自己怎么干。就是你可以买一定的房子，加上我可能有这个本领，我可以把它装修出来，以后，然后你长期出租，然后一套房子可以住2家人，然后你就最小的投资，最大的收益。你过了多少年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你的，这样你的退休就没有后顾之忧。当然，钱多的人他可以买比较好的房子，然后等着房子涨价，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么2条路。但是我认为，你要为你以后家庭着想，你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任何时候，我认为现在做房产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做的都是长期的，所以说这个中间的波动，一上一下，这就是中间的故事。但它最终是要涨上的，因为我们做的长期是10年、20年，我们做的不是几个月、1个月、1年，所以说我们做的是，我把房子，最经济的价格把房子买了，然后出租，但是你必须搞这种东西，你必须有2个本领。第一，你要学会管理，怎么管理顾客；第二，你必须懂得要维修，怎么维修？房子坏了，水龙头漏了，下水道堵了，墙一个洞，然后暖气坏了，怎么办？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学会，也不是说你要全部会，你最起码要学会一些基本的技能。而且房子出了问题，你要善于管理，你不要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头大。所以说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你要不怕吃苦，不断的学习，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你光卖了房产，你把房产交给地产经纪去管，环境工程管，这样你也赚不了钱。因为我今年65岁了再过1个月可以拿退休金，
你要谈生活目标，大的目标是没有，但是我个人有个人的目标，我一定要干到我哪一天不行了，躺下了，我一定要干到最后一天。我倒不是为了挣钱，也倒不是为了我的个人的生活，我不要变老年痴呆。所以说我自己已经发展好了，已经预备了好多项目，适合自己体力脑力。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思想一定要动，要做一点事情。其实我吃过很多的苦，其实插队是吃苦最多的时候。但是我来加拿大，我感觉来这，我为什么不怕呢？因为我插过队，我吃过很多苦，我感觉来加拿大吃的再苦的苦，也不如我当时插队的苦，所以说我觉得对我很合适，很合适。然后你再选择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因为人生当中，我认为最大的快乐是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选对了方向，心情又好，然后有人养活自己，所以我想这点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抱着我在国内学个计算机，我一定要到这儿学计算机，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你必须要重新来，重新洗牌，这一点是，所以说你们来之前必须有这个思想。